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想给大家介绍和田秀树医生所著的《40岁开始预防大脑老化的习惯》这本书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大脑老化会引发身体和外貌的迅速老化；第二，锻炼大脑输出的有效方法；第三，防止情感和思维老化的训练。首先，让我从第一部分大脑老化会引发身体和外貌的迅速老化来开始解释。人的老化是从情感开始的，大脑前额叶的老化导致了身体和外貌的老化。许多人为了抗衰老，会注意日常的饮食、定期运动、保持良好的睡眠，或者使用补充剂、化妆品、去美容诊所等。希望大家通过观看今天的视频，能够了解到锻炼大脑的前额叶也是最有效的抗衰老方法之一。只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锻炼前额叶，保持其功能，就能大大的延缓身体和外貌的老化。接下来让我来讲解一下大脑与老化的关系。我们的大脑分为几个不同的区域，各个区域有着不同的功能。在大脑的众多区域中，负责控制情感、意志和创造力的区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——前额叶。事实上，除了前额叶之外的其他大脑区域相对来说比较不容易老化。大脑的前额叶从40岁左右开始就会逐渐萎缩，前额叶所掌控的情感控制、自发性、意志和创造力也会随之衰退。如果忽视情感的老化，可能会导致认知功能低下，并且身体和外貌也会加速老化。因此，我们需要特别关注这一点。这也是为什么说老化从大脑开始，特别是从情感开始的原因。医学研究表明，与体力和智力相比，人的情感功能会更早的衰退。然而反过来说，如果我们了解到了这一点，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保持前额叶的年轻，防止情感的老化，就能在很大程度上预防认知症，甚至延缓身体和外貌的老化。锻炼大脑的前额叶能够防止老化。要想锻炼大脑的前额叶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经常使用它，充分利用大脑前额叶的功能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锻炼大脑输出的有效方法。在锻炼大脑前额叶时，作者特别强调，输出比输入更为重要。虽然输入指的是获取信息，而输出则是指表达和应用信息，但大脑前额叶的功能与提取记忆和知识的输出过程密切相关。因此，有意识地锻炼输出能力，可以激活大脑的前额叶。作者介绍了4种有效的输出方法：写日记、在网上写作、结识新朋友，以及规划如何使用金钱。接下来，我将逐一解释这些方法。首先是写日记。写日记是非常好的提取记忆的训练方式。大脑的前额叶通过提取记忆、知识和信息而被激活。日记的内容可以是日常小事，但关键在于回忆和记录。每天回想并写下发生的3件好事，不仅能锻炼记忆，还能带来积极情感，帮助入睡。长期坚持下去，能提高你发现积极事物的能力，并带来更多幸福感。第二种方法是在网上写作。如果你想迈向更高的输出水平，可以尝试在博客、Facebook、Twitter 等平台上写作，并分享您的内容。通过让他人理解您的写作，你需要努力回顾和表达过去的经历，这能有效锻炼大脑前额叶。即便一开始写得不顺畅，随着练习，大脑的输出能力会逐渐提高。接下来是结识新朋友。结交新朋友能够刺激大脑的活跃性。通过认识新朋友或参与新的社群活动，您可以获得新的信息和思维的刺激，防止大脑老化。对于40岁到80岁的人，尤其是退休后，建议保持与年轻人的交流，这样能够持续得到积极的刺激，保持心理和身体的年轻。最后是规划如何使用金钱。金钱的使用是一种输出行为，反映出个人的智慧和决策能力。通过仔细思考如何有效地使用金钱，可以锻炼大脑前额叶。这不仅有助于延缓大脑老化，还能帮助实现更多的经济自由与满足感。作者建议我们制定适合自己的金钱使用原则，
专注于对自己有价值的事物，不浪费1分钱，这样每次的金钱决策都能更明确。这4种方法不仅能帮助我们有效锻炼大脑前额叶，还能提高幸福感，增强自我管理能力。接下来是第3部分，防止情感和思维老化的训练。我想分享本书介绍的3个防止情感和思维老化的训练方法。第一个方法是不要过度在意协调性，大胆表达自己的观点。虽然社交有助于锻炼大脑的输出能力，但如果过分注重协调性，压抑自我意见，反而会导致内心不满和大脑的不悦。深度的人际关系，能够自由交换观点的社交才是最佳选择。过于浅薄或表面的关系会让人感到疲惫和孤独，失去活力。保持自信，表达自己的观点，是保持活力和长寿的秘诀之一。接下来是第2个方法，怀疑常识和定论的真实性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们的思维容易变得保守和僵化。为预防这种情况，作者建议不要盲目接受常识和定论，而要养成质疑的习惯。通过怀疑并自行思考，是防止思维老化的有效方法。不仅要质疑常识，还要对他人的观点保持怀疑。我们经常遇到一些人对事物下定论，但不应轻易认同他们的观点，而要经过自己的思考后再判断其正确性。如果有异议，学会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，甚至养成提出反驳的习惯。这不仅锻炼前额叶，还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思维训练。要提出反驳，首先要思考他人的观点是否合理，而这正是前额叶的关键作用。如果发现不同的意见，要能够清晰逻辑地表达出来。这一过程是思维输出的关键部分。反驳不是为了辩论，而是为了更深入的思考和理解问题本质，即便只是心中产生质疑。这也是优秀前额叶训练的关键。第3个方法是避免过度忍耐。虽然日本人通常以耐心和认真的形象著称，但这种生活方式并不符合前额叶的需求。前额叶在体验到愉悦感时更能发挥作用，过度的忍耐和自我压抑会削弱其功能。因此，为了防止情感和思维的老化，避免过度忍耐至关重要。适度的忍耐在社交和日常生活中是必要的，但作者提醒我们要意识到避免过度忍耐的重要性，大胆表达自己的观点，建立不需要过度忍耐的良好人际关系，都是关键。过度忍耐容易让人陷入自我纠结，尤其是在中老年阶段，容易导致抑郁症。那些对事情过于认真或固执的人需要特别注意。思维消极时，应尝试将烦恼写下来，客观审视，或与他人分享内心的困扰，而不是独自承受。这对缓解情绪非常有帮助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